你的电脑桌面是不是这样的、这样还是这样的？而我的电脑桌面是这种、这种还有这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印。最近我花了好多时间，把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桌面美化工具都折腾了一遍。这期视频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心目中2025年 Windows 桌面美化的王炸组合，不仅视觉效果炸裂，还兼顾了性能、功能和应用性，让你的桌面体验秒变别人家的电脑桌面。下面我将用这个风格来举例。首先，把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变成这种。这里需要用的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工具 CineUI。打开微软商店，直接搜索 CineUI， 点击获取即可下载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 GitHub 上下载最新版本。打开 CineUI， 在 GitHub 上的官网，也就是这个地址。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。往下拉，找到了 Releases， 这个 Latest 表示最新发布的版本。点击，往下拉，这里有2个程序安装包，建议下载这个.msix 结尾的文件。安装后，如果检测到软件有新的版本，它会自动更新。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兼容性问题，则回来下载这个.exe 结尾的版本。点击下载 OK， 下载成功。这里要注意， CineUI 主要依赖微软的2级浏览器，在安装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是否有安装2级浏览器，也就是这个。如果没有，则需要安装一个。我这里已经有了，那就继续双击刚刚下载的安装包进行安装。这个是因为作者没有购买微软的代码签名证书给出的提示，没关系，我们点击继续安装。OK， 安装成功。看，电脑桌面布局就自动变成了这样。这下面是任务栏，也就是你固定在这里的常用应用程序图标。原本右下角的工具栏则放到了右上角，这里显示的是时间和日期。这个布局是可以和搭积木一样自由调整和改变的。在设置之前，我们先在桌面点击鼠标右键查看，取消勾选显示桌面图标，把这些杂乱的图标都隐藏起来，给我们留出足够的发挥空间。接下来我要开始变身啦！这个工具栏中有很多元素是我不经常使用的，我要把它隐藏起来。在工具栏点击鼠标右键模块，把不需要的勾选去掉。这个可以随便尝试的。点击恢复到默认值，可以随时恢复回来。这些位置也可以随意调整。OK， 接下来在工具栏点击鼠标右键设置，选择常规设置，先把语言设置成中文简体，方便后续操作。汉化这里有点 bug， 选择中文后反而把原本的中文菜单变成了英文，希望作者能尽快恢复。菜单里面的内容已经成功汉化过来了。接着我们来设置任务栏和工具栏。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资源模块，点击主题，这个气泡主题可以把任务栏的显示变成一个个圆圆的气泡。打开开关，点击保存，就是这个效果。除了软件自带的主题，我们还可以点击更多资源，这里列出来的都是各种主题效果。比如我想试试这个媒体播放插件，非常简单，直接点击下载，打开 OK， 下载成功。点击启用，它就缩回来了，鼠标放上去才展开。在插件列表里关闭，
点击保存，它就失效了。打开就能继续启用。接下来我们再走到这个插件，安装、启用，鼠标放上去就会出现这种波浪效果。这个开始菜单看起来不够直观，这里有好几种图标，我们选择一个喜欢的，点击下载，启用，开始菜单图标就换回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背景色改成透明的，选择这个透明插件，OK， 这个背景色就变成透明的啦，是不是比原来的要好看很多？接着我们再来改造一下工具栏，这个插件能把工具栏变成透明气泡样式，但 CPU 占用非常高，我们把它下载下来，先不启用它，按住快捷键 Ctrl 加 Shift 加 ESC 打开任务管理器。大家看，目前这个 CNUI 的 CPU 占用是非常低的。接下来我打开透明气泡效果，样式变成了这样，确实比刚刚要好看了一些。但是再看 CPU， 直接上升到了10%以上。如果你的电脑性能非常强劲，可以选择这个，否则不建议安装。现在工具栏中的文字和图标的颜色都是一致的，选择这个插件可以改变文字和图标的颜色。点击启用，颜色就改变啦。点击后面的设置，还能给每个空间设置不一样的颜色。比如我要把这个电池的颜色改成绿色，找到电池，选择一个绿色，保存，颜色就替换过来啦。这些可以设置的插件，下载后也都会出现在这个列表中，点击可以直接修改它们的参数。以上是关于主题资源的下载和使用，还有一些没有演示到的，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下载下来体验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效果，同时观测一下每个效果启用后对电脑资源的影响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工具栏，把位置设置成底部，保存，工具栏就移动到了桌面底部。为了美观，可以把时间位置调整一下。如果你想让桌面变得更整洁一点，在这里选择总是，它就自动隐藏啦。把鼠标放上去，又会自动出现，移开又自动隐藏了。好看的桌面，壁纸是重中之重。点击左边菜单栏中的壁纸管理，点击壁纸后面的这个图片按钮，它会切回到资源管理页面。点击导入本地壁纸，选择我事先准备好的图片，也就是我放到桌面的壁纸文件夹，打开，默认选择的是视频格式的文件，也就是动态壁纸。我们把它切换到图片 ，OK， 把喜欢的壁纸都加入进来，再点击壁纸管理。这些是刚刚加入进来的壁纸，这边是禁用的，这边是启用的壁纸。我想把这张显示到桌面，那就把它拖入到这边，然后点击保存，壁纸就设置成功啦。我们也可以同时加入多张壁纸，循环切换。在这里设置切换时间，默认1分钟切换一次。为了好演示，我把它设置成3秒，点击保存，背景就会按照这个顺序自动进行切换。打开随机更换壁纸，会切换成随机播放，不想要的直接拖过来即可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使用 CNUI 设置后的效果。接下来我要在桌面放置一些我常用的组件，也就是这个效果。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工具 Remiter。Remiter 也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桌面小组件平台。
在官网点击 Download 即可下载，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去 GitHub 上下载，我会把链接都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。下载成功后，直接双击进行安装，选择使用的语言，点击 OK。下一步，选择安装路径，点击安装。OK， 安装成功，点击完成。这些都是 Remit 的默认皮肤，这个是欢迎界面，这里显示的是时间、电脑资源的占用、飞盘、低盘的使用情况。这个风格我不喜欢，我把它先关掉。接下来，我带大家去找一个更漂亮的皮肤，把这些都替换掉。在网上搜索 Remit， 就能找到非常多皮肤网站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Remit Skins 和 Different Art。Remit Skins 是 Remit 官方推荐的主要仓库，里面上传了几千款皮肤。Different Art 里面的皮肤质量也非常高，每款皮肤还有配套的教程，非常适合初学者。点击进入皮肤网站。这些都是组件皮肤，比如这个是时间显示样式，这个是天气的显示样式。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搜索。如果我想要查找天气的组件，那就输入天气，用英文搜索内容会更丰富一些。点击全部，这些都是带有天气组件的皮肤，我们找一个自己喜欢的。这个看起来非常仙气，我准备用它来试试。这下面有这个皮肤的说明，提供了10种天气组件样式，还可以显示当前太阳的位置，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会随着时间自动变化。点击下载就能把皮肤组件下载到本地。在任务栏中打开 Remit 任务管理器。我们看，现在 Remit 里面只有一种默认皮肤，双击刚刚下载的皮肤进行安装，点击安装。安装完成后，这里就会出现刚刚安装的皮肤组件，这个 ini 结尾的就是各种组件。点击加载，它会直接显示在桌面上，点击卸载即可隐藏，或者直接在桌面右键关闭皮肤来进行卸载。这里是另外一种皮肤样式，一共有10种，喜欢哪个就加载哪个即可。除了组件，我们刚刚看到它配套的背景也非常漂亮。还是来到下载页面，往下拉，这里有一个壁纸来源，点击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壁纸。点击下载按钮后面的箭头，可以选择壁纸清晰度，我选择下载 4K 画质的，这就下载成功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 Scene UI 资源壁纸，把刚刚下载的壁纸导入进来。OK， 点击壁纸管理，把新导入的壁纸添加进来。这里我不需要轮播，把其他壁纸拖到禁用框内，点击保存。OK， 壁纸替换成功。我们把这个天气组件拖入到圆圈内，这个显示是英文的，我们可以直接在组件上右键组件名，这下面有个语言，点击语言组件，选择中文，它就切换成中文啦。这个默认读取的是美国地址，显示的是晚上，温度20度。我要把它修改成我当前所在城市的时间，点击右键，选择这个皮肤，设置，打开设置组件界面，我把它翻译一下。这里详细说明了2种切换位置的方法，上面这个是根据经纬度，下面这个只是通过网址来定位。方法1，第一步打开这个地址，第2步输入城市名字，第3步找到详细位置，然后把经纬度复制过来，在这里进行替换即可。
我先复制这个网址，在浏览器中打开。比如我在深圳，那我就在这里输入深圳，点击搜索，这就定位成功啦。你也可以把这个移动到你具体所在的楼栋，然后往下拉，这个就是你所在位置的经纬度。我们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回到桌面，在这里进行粘贴，按回车键进行保存，精度也是一样的。保存成功，这就替换过来啦。时间变成了白天，深圳当前温度是33度。这套皮肤非常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不够方便。比如我平时经常需要清理回收站，它没有配套的回收站组件，我必须要点击右键查看显示桌面组件才能找到它，这么麻烦就失去了我们定制桌面的意义。我还想再 DIY 一下，让它更符合我的使用习惯。我们可以继续到皮肤网站找一个合适的回收站组件。我找到了这款皮肤，这个回收站应该很适合我们的桌面风格，把它下载下来，点击安装。这些组件我们都不要，把它全部关闭掉。留下这个回收站，把它放到这里。这个显示垃圾箱里面有多少数据，这个显示有多少个文件。点击可以打开回收站，查看里面的内容。点击右边这个则是清空回收站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我们最关心的一点，时间。这里我找到了这个时间组件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我在这里没有找到下载按钮。我们可以看看说明里面有没有相关提示。这里作者要求我们前往他的主页进行下载，那我们就点击前往，然后在这里点击下载即可。这个是下载后的文件，我们把它进行解压。解压后，这里有2个安装文件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继续回到下载页面，往下拉，这里能看到详细说明。QHD 的适用于 2K 以上显示器， FHD 则适用于1080以下分辨率的显示器。我的显示器虽然是 2K 以上的，但是我的桌面已经有了2个大圆圈了，我希望能放个小一些的。这个 FHD 的安装包应该会更适合我。双击安装 OK，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组件，把其他的都禁用掉。然后在组件上点击右键管理皮肤，这个是天气组件，我把它调出来，再找到回收站组件，加载，最后拖动它，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。时间放到这里，整体看起来像随意出现的小行星一样。我感觉这个圆圈还是有些大了，滚动鼠标滚轮可以把它调小一些。OK， 这个一直在跑的是时间的秒表，这个是日期，这个是星期几，看起来又简洁又直观。最后我们在各个组件上点击右键设置，把允许拖动勾选去掉，现在这个组件的位置就固定了。怎么样？这样 DIY 一下，是不是感觉你的电脑桌面就大变样啦？那隐藏的桌面图标我们要怎么找到它嘞？不要担心，我们只需要点击工具栏中的用户名，展开桌面，我们在桌面上放置的所有图标和文件都可以在这里访问，点击显示更多就能展开所有内容。
这些和文件管理器的左边条一样，能快速打开文件夹，下载音乐、图片和视频。这个媒体图标非常有意思，我现在播放一首音乐，这里会自动显示音乐的封面、标题，在这里可以切换上一首、下一首和暂停播放。如果我现在在刷 YouTube 视频，它也会显示我正在观看的视频封面和标题。Scene UI 本质上是在你的原生 Windows 界面上贴了一层，它不会修改任何操作系统核心文件或者注册表。如果你想退回 Windows 原来的桌面怎么办？别慌，直接在系统托盘中找到 Scene UI， 点击鼠标右键，退出就退回到原来的界面啦。这个桌面小组件是独立存在的，我们需要在系统托盘里找到这个小雨滴，右键点击，选择退出，就能一键关闭这些组件皮符。启动也非常简单，点击开始菜单，全部，找到小雨滴，点击即可启动。Scene UI 也是一样的，点击开始菜单，全部，找到 Scene UI， 点击即可进入自定义桌面。最后，我们来讲讲如何彻底卸载这些工具。比如我在试验的时候下载了一堆组件，安装后发现效果并不好看。我们可以在 Remit 管理界面选择要删除的组件，然后右键打开皮肤目录，点击这个向上箭头退回到上一个目录，把这个组件文件夹删除，再回到管理界面，点击刷新全部，这个组件就被卸载啦。如果你想卸载整个 Remit 程序，在桌面点击鼠标右键，显示设置、应用、安装的应用，然后找到 Remit， 点击卸载，选择完全移除所有设置和文件，包括皮肤、主题、插件和注册表。卸载，它就能删除 Remit 包含的所有文件，卸载的非常干净。下面再来讲讲 Scene UI， 它对 Win11 系统适配会比较好。如果你是 Win10 系统，体验可能会差一些，比如系统托盘功能不完整等等。如果你在体验后感觉不是很喜欢，可以点击用户名，打开 Scene 设置文件夹，点击向上一级，然后和卸载 Remit 一样，在程序列表里找到 Scene UI， 卸载。卸载成功后，再回到刚刚打开的这个文件夹，把 Scene UI 这个文件夹删除，就可以把卸载后的残余文件也一起删除的非常干净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视频中用到的所有链接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。如果你也想试试，可以一步步跟着做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。我是小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